大家好，频道大吉。今天我要讲的是飞艇这个魔幻的飞行器。难以想象，在100年前，人们就已经乘坐飞艇跨越山川大海。飞艇在当时代表极致的奢华，它是人类工程奇迹，也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是可以飞在天空的泰坦尼克号，也是一个装满氢气的定时炸弹。一次史上最严重的飞艇空难，仅34秒的时间就摧毁了人类有史以来最豪华的星登堡号飞艇，也摧毁了人类探索天空领域的一种可能性。了解星登堡号之前，先要了解它的创造者齐柏林。那先把时间拉回到上个世纪。飞艇的创造者齐柏林，全名叫做费迪南德·阿道夫·阿格斯特·海因里希·冯·齐柏林，于1838年7月9日出生在德国南部一个贵族家庭。他23岁的时候到大西洋彼岸参加了美国内战，成为北方军的一名炮兵观测员。在这里，他第一次乘坐观测气球升空。这次乘气球升空的经历使他认识到气球具有成为运输工具的巨大潜力。1891年，齐柏林辞去中将职务，集中精力研究他的可以载人的气球。经过9年的努力探索和研发，1900年7月2日，第一艘齐柏林飞艇，也就是世界上的第一艘硬式飞艇 LZ-1，也叫齐柏林1号飞艇，开始了它的首航。1908年，齐柏林创办了齐柏林飞艇公司，制造民用和军用飞艇。1909年11月16日，齐柏林又创办了德国民用航空运输公司，经营德国国内航线和到美国的部分航线。到1913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公司运送旅客达33000多人次，无任何意外。1917年3月8日，齐柏林去世，齐柏林飞艇公司却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反而走向一个新的时代。在随后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大量采购齐柏林军用飞艇，齐柏林所生产的38号飞艇到63号飞艇都被当成是战争机器，在先期对英国的特定目标进行轰炸。因为飞艇可以装载2000公斤的炸药，所以会给目标造成很大的伤害。但后期随着战斗机慢慢登上战争舞台，飞艇庞大的身躯和速度慢的劣势就显现出来。之后再造飞艇的任务也从轰炸转为侦察。战争结束，德国战败，也被禁止拥有军用飞艇，所以齐柏林公司开始重新制造新型民用飞艇。1919年8月20日，战后齐柏林的第一艘商业运营飞艇 LZ-120 博登湖号首飞，主要用于德国内部航线运载乘客。到了1928年10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热衷于洲际旅行，最新型号的飞艇 LZ-127 齐柏林伯爵号诞生，航线是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美国纽约。当齐柏林伯爵号抵达纽约的时候，再一次震撼了美国人，飞艇成员组受到了人们热烈的欢迎。1929年8月，齐柏林伯爵号仅用时21天7小时34分就环球飞行1周，轰动了世界。这种新的交通方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这种巨大的宣传效应也引起了阿道夫·希特勒的注意。他的纳粹宣传部长坚持要把纳粹的万字标志画在齐柏林伯爵号的尾鳍上，参加33年10月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但这种张扬的做法遭到了飞艇公司的反对，因为这个标志势必会引起一些美国人的反感，让齐柏林伯爵号飞艇引起破坏分子的仇恨。然而希特勒只是暂时妥协，因为他已经把目标放在了正在建造的飞艇星登堡号上。1936年3月，德国的齐柏林飞艇公司完成了梦幻般的飞艇 LZ-129 的建造，并以德国总统兴登堡的名字为其命名。兴登堡号是齐柏林公司为德国政府建造的飞艇舰队中最先进、最大也是最豪华的飞艇，没有之一，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飞行器，全长达248米，最大直径41米。巨大的身躯除了给人强烈的压迫感以外，还会让人感觉非常的魔幻。
仿佛这个飞行器不属于那个时代，而是来自未来。为了建造兴登堡号，一共用了129公里长的钢丝、101公里长的钢筋、500多万颗铆钉。巨大的艇身被分割成16个相互独立的气囊，这些气囊能够装载20.4万立方米的氢气，最后用巨大的纤维蒙皮将它包裹起来，好像一个巨大的德式烤香肠起飞了一样。同时，兴登堡号还是齐柏林系列飞艇中第一艘采用柴油发动机的飞艇，装有4台柴油发动机。比起以前采用的汽油发动机，不仅震动更小，还可以节省很多成本。飞艇尾鳍上的标志是纳粹一再坚持加上去的。艇身有一个奥运五环，为即将开始的柏林奥运会造势。然而，这么大的飞艇装上燃料和发动机也仅有100吨重，但它却可以装载363吨的货物。满载燃料时，它能以13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飞行16100公里。然而，这样一艘空中巨兽给人的活动空间却很有限。旅客和飞艇管理者居住在飞艇中部的客舱，其他的飞艇成员则居住在舱尾。客舱只能容纳100名乘客，加上成员组，飞艇可以搭载110人，所以乘客非富即贵，包括成功商人和社会名流。单程飞行的票价是400美元，内部装修十分豪华，功能区也很多。离谱的是，还配备了豪华的吸烟室，但对这个区域的安全检查是非常严格的。在令人心旷神怡的眺望台里，透过巨大的观景窗，人们可以居高临下欣赏250米下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作为一艘空中的豪华客轮，连续34次满载乘客和货物横跨大西洋，到达北美和南美。要提一嘴，飞艇降落锡箔时需要大量的人手，尤其是如此巨大的兴登堡号，除了相关技术人员之外呢，还需要230个受过训练的锡箔人员。飞艇临近地面时会抛下很多锡箔绳，那地面人员再将绳子固定在锡箔塔上系牢，以固定飞艇。尾部的绳子被固定在一个环形轨道的滑车上，是可以动的这样风来的时候，滑车就可以带动绳子，让飞艇变换角度来减小迎风面。所以每一次降落也都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但每一次兴登堡号从德国的法兰克福飞临美国时，都会引起美国民众不同的态度。首先当然是人们的热烈欢迎，美国人和媒体全部都会慕名而来，观摩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飞行器的风采。与此同时由于欧洲的战争阴云和大量受迫害犹太难民由德国引向美国，美国人反对纳粹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在即将到达美国航空站的时候，由于是超低空飞行，一些持枪的反纳粹者会站在类似摩天大楼顶层的位置，随时有机会向兴登堡号进行射击。然而除了他们之外呢，航空站周围的农民最先用气枪对着飞艇开火但是这威力远远不够，最多就是解一下恨。那原因是由于被飞艇凌空所惊吓，他们养的家禽全都被吓疯了，那以至于经常连续多天不下蛋。兴登堡号就是在这样一种紧张又矛盾的气氛中来回折返于欧美大陆。期间也经常会收到情报，说有人可能会用各种手段破坏飞艇。鉴于形势的严峻，德国的安全人员会对所有的环节进行严密的警戒和搜查，掌握每一个登艇乘客的信息，还会在乘客中安插几名便衣。一切都是为了让兴登堡号的航行不会出现任何意外。然而，兴登堡号悲剧的命运却是早已注定的。1937年5月3日早上8点，兴登堡号载着97名乘客和飞艇成员离开法兰克福前往纽约。一路上风平浪静，兴登堡号飞艇的艇长用对讲宣布，飞艇预计在美国的5月6日早上6点抵达，祝愿旅客们旅途愉快。在临近美国东海岸的时候，遇到了一股强对流空气，于是兴登堡号的抵达时间被迫比原定推后12个小时，预计5月6日晚上18点才能够到达莱克赫斯特海军航空站。这为什么要推迟12个小时呢？是因为这个航空站准许飞艇进泊的时间每天只有2次，早上6点或者是晚上6点。原因主要是基于所谓的成本因素，因为除了地面的海军人员以外，所有地勤人员的工资是按照小时结算的，他们每等待1小时就必须付给他们1美元的工资。与其每时每刻都在支出费用，莫不如我就规定这2个时间，如果晚了无所谓可以等，但要是到早了，那对不起没有地勤人员无法降落，只能是自己在天上飘着做调整，到规定的时间再下来。兴登堡号花了76小时飞越了大西洋。5月6日下午，飞艇平安地飞临纽约市的上空。虽说它并非第一次经过纽约，但是当它出现在纽约市的上空的时候，城市的交通顿时陷入了瘫痪。人们全部走出屋子，走出自己的汽车，
抬头感受这个工业奇迹所带来的震撼。数以万计的人疯狂地涌向楼顶，以及一切可以看到飞艇的地方，仰视这个雄踞天空的庞然大物。飞艇上的乘客可以透过玻璃窗鸟瞰曼哈顿岛的全景。下午3点12分，兴登堡号飞艇终于在莱克赫斯特北面的上空出现了。然而这时候天空却突然乌云密布，而且距离晚上18点还有一段时间。于是艇长决定继续向南飞去，避开乌云。2个小时之后，15点20分，兴登堡号再次接近航空站，准备进行降落，却又遇上了暴风雨。地面控制官建议兴登堡号再次躲避，这样预定的降落被迫又往后推延了2个小时。但是飞艇内的乘客们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还举行了盛大的宴会。乘务员们已经开始忙碌整理物品，为午夜再次起飞返回德国提前做好准备。17点22分，兴登堡号终于在蒙蒙细雨中再次回到航空站。此时的地勤人员和很多媒体都已经等候多时了。莱克赫斯特的海军机场上聚集了1000多人，翘首仰望着将黑的天空。200多名地勤人员也已经准备就绪。飞艇从500米的高度开始下降，艇长下令放下锡箔绳。此刻的时间是19点23分。就在这时，飞艇尾部突然颤动了一下，兴登堡号像是突然失去了平衡，似乎气囊漏掉了一些气体。为保持飞艇的平衡，艇长命令放掉1.1吨的尾部压舱水。可随后突如其来的一声巨大的爆炸响彻天空，兴登堡号尾部冒出一团巨大的火焰，迅速覆盖了整个尾鳍，纳粹的符号瞬间被火焰所吞没。兴登堡号在爆炸声中截为2段，尾部最先下坠，头部指向天空，飞艇几乎在空中竖了起来。火势蔓延的速度极快，几秒钟后，飞艇的蒙皮几乎被烧光，艇身的框架裸露出来，然后摇摇晃晃地坠向地面，巨大的火舌喷向四周。19点25分，起火后的1分多钟，飞艇尾部便撞落到地面。地勤人员先是迅速跑到了安全地带，他们很难想象飞艇中竟然还会有人幸存下来，而且实际上大多数乘客都逃过了这一场灾难。很多人都选择在飞艇坠落之前从砸碎的窗户跳下来，而下面就是沙地。地勤人员不顾天上不断落下的火球和碎片，冲进火场，英勇地抢救跳窗逃生的旅客和成员，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几分钟的时间，消防人员和医务人员就赶到了现场。到了晚上22点45分，兴登堡号遇难的人数已经被确定：13名旅客和21名乘务员，以及1名地勤人员，34人当场遇难。艇长和副艇长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兴登堡号上的97人中，共计36人遇难。当时地面有22架摄像机捕捉到了兴登堡号坠毁惊心动魄的瞬间。一位直播记者的声音在短短的10多秒内由兴奋转为惊恐，其中还夹杂着周围人们恐惧的尖叫声。镜头中灾难现场迅速地传播到了全世界，这张著名的照片也成为了当时最震撼世界的照片之一。飞艇事故此前也有发生，但它的影响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同时，这也让德国的国家尊严受损。在飞艇失事后，人们就在兴登堡号的残骸中调查事故的原因。首先，在残骸中有一支手枪的弹夹中少一发子弹，但谁也无法断定是在飞艇上发射了出去，还是少装了一颗。手枪是如何带上去的，又是谁带上去的，没人知道。但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一次灾难是人为的。但随后，美国和德国都找到了专家进行调查。调查报告现在还存放在美国国家档案馆里但是双方的调查结果都是排除了人为破坏的可能，都认为和静电有关。美国方面认为飞艇的起火爆炸可能是当时暴风雨所产生的球形闪电所引发的，德方认为飞艇后部的钢丝断裂，将尾部气囊划破，氢气外泄。飞艇是在雷雨区盘旋，所以本身就带有静电。放下的绳索和地面接触后，便产生了电火花，使外漏的氢气点燃，才发生了爆炸。即便是两国的官方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但是很多人还是认为，就是混在乘客或者是机组人员中的反纳粹分子在飞艇上放置了定时炸弹。或许他的目标仅仅是摧毁希特勒引以为傲的飞艇，然而延后降落那么长时间是他没有想象到的，所以造成了伤亡。齐柏林的时任总裁也认同这个猜测，因为此前的纽约市警察局炸弹处理小组在残骸中找到了炸弹用的定时器，但是这一切都被官方的调查小组有意的给忽略了。人们会说，如果飞艇使用的是氦气而不是氢气，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惨剧了。然而当时氦气的主要生产国就是美国，美国因为担心德国把飞艇用于军事目的，所以拒绝出口氦气。虽然兴登堡号是一个工业奇迹，
但这毕竟也是纳粹的产物，也是希特勒自鸣得意的资本之一。它化为灰烬，这无疑是对德国法西斯的沉重打击，也可以说是德国法西斯自己葬送了星登堡号的未来，以及扼杀了人类在飞行器上的一种可能。那事发后环游过地球的德国飞艇齐柏林伯爵号正从巴西飞往美国，然而这次飞行也成为了他最后一次载客飞行，从此退出了航空舞台，仅供参观。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种魔幻的飞行器只能被记录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此后，空中运输被飞机所取代，我们也只能透过各种资料身临其境地去感受飞艇的宏伟壮观。然而，让这一切戛然而止的真相，却早已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无迹可寻。那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看到最后别忘了点赞和订阅，谢谢你了。